对，谢谢。刘姐，这楚大夫挺用功的呀，不是他的班还在这看病历。是用功，就是没脑子，一份病历啊能翻工好几回，净做些无用功。可看着不像啊，挺精神的呀。之前啊，骆大夫就批评过他，说他术前的一些资料准备的不够充分。从那以后，好嘛，他就逮什么看什么，还在新来的庄大夫面前显摆。那天查房的时候，在病人面前背书，把病人的既往病史啊背了个遍。哎呦，那天把病人给吓得差一点就不手术了。啊，真的，这也太没眼力见儿了吧！就他那资质，要不是之前跟杨主任认识，怎么可能来仁和进修啊？问题不大，给你开了平衡溶液，再查血生化，化验室在走廊尽头左拐。谢谢大夫。怎么样了？湿气胸，需要做闭式引流。那你来做。我给张大夫打个电话吧，看看他回来没有。准备东西，你做。得了，回家吧。哎呀，手术完了啊？怎么感觉你做了8个小时手术更精神了呢？啊？我还真是亢奋了。我的精彩手术排行榜里，今天这台能进前10。尤其是好几天没摸手术刀了。回到地球吧，陆大夫，这是急诊科。走了。拜拜。闭式引流这种基本操作，每个住院医都应该做好。你是外院来进修的，但也工作3年了，在你们医院没做过吗？我做过。那还磨蹭什么？准备东西。哦。护国柱石。不愧是宁国侯府啊，这几个字。谁呀？来了。副院长，这么晚了，你有事儿吗？您还没吃饭吧？先喝点水啊！我炒2个菜，在我这凑合着吃点。您坐呀。今天的记者是你安排的吗？记者？今天院里有采访吗？电视台的记者，今天来采访了肺移植手术。肺移植？好事啊！左肺有阴影，都看到了吗？是肿瘤吗？陆老师，他3个月之内2次自发气胸，会不会是肿瘤引起的？肿瘤引起气胸的可能性不大，但他年纪又轻，又没有常见气胸诱因，还需要继续检查。陆老师，一定不会是恶性的吧？这孩子挺不容易的，家里条件不好，一个人打好几份工，还不让家里和女朋友知道，这马上他就要毕业了。什么叫一定不会是恶性的吧？一定不会是恶性的，我干嘛让继续检查？卖药骗钱吗？我又不是杨帆。你们什么都没听见啊？我是说他。爸，杨宇，陆大夫，急救中心电话，6岁孩子坠楼，多处骨折、休克征，还有个女的同时坠楼，煤气中毒。现在救护车已经在路上了，很快就会到。我马上到，给省委儿科骨科打电话，让影像和检验科做准备。好。救护车在路上了，赶紧准备吧。好。病人已经转到你们胸外，你作为胸外的大夫已经接收。患者自发性气胸，呼吸困难，你应该立刻去给做闭式引流，缓解症状，然后做进一步检查，排查肿瘤。明白了吗？快去吧。真让我做啊？你不是来听病人讲故事，给他当知心大姐姐的，干你该干的事儿吧。电视台找到我，
说要做这台肺移植手术的采访。我一想，这是好事儿啊，手术很成功，挽救了病人的生命，显示了咱们医院胸外科的技术水平。我没有拒绝的理由啊，我就让你的助理安排了这次采访。副院长，你好像很生气，为什么？他们问了什么不该问的？杨帆，你究竟要干什么？男孩6岁，半小时前从3楼坠地，头骨、胫骨、左侧肱骨、前胛骨骨折。血压呢？血压60、40，休克。来，快了！吸氧，再开放一条静脉通路。好。给平衡溶液。知道了，平衡溶液。到腹部 CT 检查腹部脏器有无出血。催骨科医生下来。好。孩子家长呢？怎么还没来啊？没告诉你吗？那个就是啊。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。不是你特意安排，记者会把采访的主题放在我个人身上吗？他们很熟悉我前几次移植手术的处理方式，还提出这次有没有类似的细节。副院长，您不要着急嘛。在肺移植领域，您带领的人和胸外一直是顶尖的地位，您的成绩就是咱们人和胸外的成绩。重点采访您，没什么问题啊。他们还提出要看这次手术的录像，那就给他们看呀。还是说，您不想给他们看？我马上就要退休了，我现在不会对你有任何威胁。我提出让陆晨曦回到手术室，也只是爱惜他人才难得。即使他回去了，也影响不了你在科里的势力。你何必要这样？你做出个尊重前辈的姿态，让我平稳的到年龄退休，也算个团结和谐。这有什么不好的？副院长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是不是最近情绪不好，有点疑神疑鬼啊？您怎么能怀疑我别有用心呢？你别装傻了。这次手术的关键部分是庄大夫做的，他一定已经告诉过你。但是当我突然面对记者，他们把那些从前确实属于我的成就和这次手术放在一起，你想让我怎么说？难道真的承认我力不从心，拿不起手术刀了？承认我确实不配做这个院长？甚至不配做医生了吗？难道说那些谣言都是真的？哎呀，您怎么不提前打个招呼呀？是有人在议论您手术当中身体有问题，但是庄大夫自己没有说，我当然不相信了。庄树没说？是呀。您看，我说什么您都不相信，但是我还是要说，庄树确实没有给我提过这台手术。你也是好强，术前就直说嘛，让庄树做就是了。虽然患者指定是您，所有人也都看着您，但身体不适，大家都能理解的嘛。再不行，采访的时候你可以跟记者实话实说嘛，怎么能说是我逼您呢？
为什么不能实话实说？实话实说，不服老，不服病，不舍得。无论这次采访是不是你安排的，我的话已经说出去了，想收回来已经不可能了。过几天，我就会正式提交提前退休的申请。你满意了吧？哎，庄教授来了，来，快里边请啊！来，哎，陆晨曦把你都盼坏了，天天在我耳边念叨，说这庄教授怎么还不来呀？怎么还不来呀？好。啊，我是说啊，能有幸跟您住在同一个屋檐下，那院里面多少医生羡慕啊！我们都同一屋檐下了，就别教授了。庄大神，要不还是叫您庄大哥吧？好，这个庄大神呢是陆晨曦的叫法啊。当时听说你来的时候，他可兴奋了。只是没想到你来了，他走了。大神什么的太离谱了，我就是比他多一些经验。陆晨曦再有几年历练，绝不会比我差。那您说，他还有机会历练吗？你是说，这事儿归我管？颅内出血，颅内压升高，可能形成脑疝，骨盆粉碎性骨折，肱骨骨折。给签字。孩子妈怎么样了？又是吃药又是一氧化碳中毒的。赵大夫说，就算过得来，脑损伤也很难恢复了。那孩子是怎么坠楼的呀？急救的说是他妈妈开了煤气和孩子一起自杀，然后迷迷糊糊又抱着他跳楼了。哎呦，这家人什么情况啊？破产了？老公找小三儿还是家暴啊？都不是，已经联系上孩子他爸了。他们2年前就已经和平离婚，人现在在英国。刚电话里说让我们全力抢救孩子和大人，正在订机票，会尽快赶过来。啊，这个是那个孩子的妈妈刚调到的既往病历。跳什么楼啊？带着孩子，听起来我都比他有理由跳楼。调过来的既往病历上显示，他5年前做过纵隔肿瘤切除术。啊？是恶性的吗？还是肿瘤复发了呀？术中术后病理都确定是良性的。
但是他持续胸痛，在几家医院检查过，也没有异常。这个人资料齐了以后告诉我，我要再看看。陆晨曦作为一个大夫，技术上不能说是完美，但也算是个天才。但是他的性格问题太大，在中国这种人情社会也就罢了，这要是在美国啊，可能会被告得倾家荡产。还好他不在美国。好，他现在这样算好吗？确实是，其实他以前不这样，至少没现在这么夸张。怎么了？受刺激了？哎呀，这事儿啊，还得怪仁和，最起码呢得怪副院长。陆晨曦这臭脾气啊，死硬要强。他除了福气有本事的，技术比他强的，跟谁都像小炮仗一样，一点就着，都是副院长宠的。副院长这么爱财啊？副院长爱财是真的，但是对陆晨曦的特别照顾呢，还有一个缘故。他妈生他那天啊，赶上车祸了，娘俩呢是在医院抢救过来，但是他爸死了。听说啊，还是起医疗事故。陆晨曦是哪年出生的？84年6月份。我真的没有打错，我没有害死你，我真的没有打错。陆中和家出生了，是个女孩。这事儿啊，钟主任和副院长当年都知道。这么巧，晨曦后来又考在仁和，所以老一辈的专家教授对他都特别的照顾。你也是专家，也是教授，以后啊也多照顾照顾。张教授，张大哥。哦，真没想到还有这样的事儿。先别弄了，我出去一趟，回来再收拾。这么晚了，你去哪儿啊？有个手术的病人我不放心，我去看看。哦。
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回家了吗？今天手术的病人有问题。哦，我给 ICU 打过电话，一切稳定。那你来找我？看完病人，顺道过来，感谢一下你送我的东西。这个呀，你一下付了1年的房租，房东送一点赠品也是应该的。你今天值班是大夜班还是小夜班？小夜班，已经交接完了，准备下班呢。那回家吧。去换衣服。大夫，您就跟我说实话吧，肖征他到底怎么了？不是都拍过片子了吗？他到底还能有什么严重的问题啊？片子得等上级大夫看过了，才能有确定的解释。那刚才那个大夫怎么说的？刚才那个陆大夫他是急诊的，要等胸外的上级大夫来了才行。总之，我也不能跟你说什么，你先别担心啊。我能不担心吗？他好端端的就气胸了。那你看，我刚才都搜索过了，没有外伤的气胸才是最大的问题。你不也是大夫吗？你就先告诉我不行吗？我挺理解你的，你先别着急。他这个气胸也不算是没有诱因，他是因为搬运了重物才出现的胸疼。搬重物？他搬什么了？他昨天晚上去快递公司搬箱子，胸就开始疼了。他忍到今天才来检查的。他 BMI 指数低于下限，这种情况出现气胸还是很常见的。快递公司搬箱子？他昨天不是给教授检查数据去了吗？他搬什么箱子？啊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哎，你别问我了。他都保研留校了，给导师做助研是有薪水的，干什么去搬箱子啊？也许是我听错了。算了，我自己问他去。哎，你回来！哎，你别去，你回来！我是不是又说多了啊？哎呦，你可真是高校楷模啊！报道当天就手术，这才几天啊，车都买了。租的，现在网上预约租车很方便。你的房子也是在网上提前看好的。哎呀，我可最烦这些鸡零狗碎的破事儿，每次都拖到最后一刻。越是鸡零狗碎的破事儿，越应该提前处理好，才能安心办正事儿。这就是成熟、理性、负责任和冲动、无脑、凭感觉的区别吧？你对自己的定位还是挺准确的。车不错啊，在美国就开这车，开习惯了。那个晚上空气不错，咱们走回去吧。啊？那个一共才5公里。才5公里？5公里你觉得很近是吗？我当年跑也得跑20多分钟呢。人到中年，尤其是脑力劳动者，一定要加强锻炼，否则一个不小心，血压、血脂、血糖嗖的一下就上去了。你看我长得像三高的样子吗？你给人看病是看人长得像不像有病啊？那长得不像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吗？我回来之前做过体检，什么都不高，我可以继续以往的生活方式。哎，有病治病，无病预防嘛，对不对？哎，我只有1个车位，我把房子租给你以后，我去挪车的时候，我才发现我上次忘了关车灯了，车打不着了。
这会儿才想起来啊？最近乱七八糟的破事儿太多了，我给忘了，真的不是故意的。要不我退你点房租吧？啊！这么晚了，什么事儿啊？对不起啊，主任，这么晚给您打电话。急诊又收上来2个病人，可是病床不够了，是不是要在走廊加床啊？今天陈慧不是决定出院几个病人吗？怎么床位又不够了？那个大卡血的张根才还没有签出院手续吗？他的所有指标都属正常，这2天出院应该问题不大，只是在哪做化疗还没下定决心呢。陈慧不是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吗？这点事儿你都办不了。主任，我嘴皮子都磨破了，他家属不信我的呀。家属说了，要么是您，要么是给他父亲做手术的庄大夫亲自跟他说，他才肯签字呢。好吧，好吧，我知道了。这件事你不用管了。真对不起啊，都怪我拖延症，忘了挪车。你都已经说了10几回对不起了，态度够诚恳了。放心吧，我不要求你退房租。我心里还是过不去，过意不去。我请你吃饭吧，正餐，不吃面。你是对谁都这样，还是单单不想欠我人情？主要小时候欠下的人情太多了，长大以后但凡能自己办的事儿，就绝不麻烦别人。这话怎么讲？我爸去世的早，我妈又一直忙工作，所以我的童年是在邻居的照顾下过的。几乎每一顿晚饭，每次家长会，都要麻烦别人。大家都觉得我没爹挺可怜的，也都愿意帮我们家。所以就把你宠得无法无天。怎么说话呢？什么叫无法无天？我这叫嫉恶如仇，好吗？好吧。主要我妈怕我长大心理失衡长歪了，所以从小就给我灌输人心单纯、世间美好这些大道理。这些听多了，你一旦看见不顺心的人和事儿，当然觉得过不去，心里不舒服啊。原来是这样，所以你的理想主义来自于你妈妈的教育。我妈还挺坚强的，一直一个人带着我过，也没有再追究我爸当年去世的事儿，还一直在说是无心之过。无心之过什么意思啊？我没跟你说过吧？我爸其实当年是……不好意思啊。喂，杨主任。啊，还没睡呢，刚去看了今天手术的病人。现在张根才本人的意思呢是化疗回去做，离家近，报销的比例也大。他儿子呢不太想回去，顾虑比较多，觉得手术做得好，就迷信咱们医院，迷信你。我想，能不能由你出面，把今天咱们开会讨论的2全方案给他们讲一讲？我知道了，我来跟他说吧。喂，你好，我是庄树庄大夫。啊，不谢不谢。是这样，我想跟你商量一下关于你父亲后续治疗的事儿。哦，好，那你早休息吧，明天上班我们可以面谈。好好，没关系。调什么呢？你走路怎么没声啊？拍的怎么样？我看看。杨主任打电话来，是说大卡血的患者张根才，他恢复得很好。化疗的事儿，那台手术既然是你亲自做的，我就不再多关心了。反正那个病人对我也不信任。新的保险政策之前是我没了解清楚，您不是在会议上批评过我了吗？
从那以后，我回去重新学习了一遍。你放心，我长记性。就像你记住你的车灯一样吗？他的后续治疗和化疗，如果在我们医院做，是没法报销的。救急救不了穷，也不能什么病都到大城市的3甲医院。但是肿瘤化疗，如果县一级医院做，水平还是有差距啊。所以今天杨主任建议，我们来制定化疗方式，远程监控患者的指标，指导县医院来做调整。如果这次顺利的话，可以把这种模式开展下去。怎么样？这样解决还不错吧？你的意思是，杨帆为了病人的利益和下级医院的医疗水平，主动揽责任上身吗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没问题。就算这是真的，也是做给你看，拉拢你。你也太瞧得起我了吧？就算不是因为你，那也一定有别的原因。反正我不相信他无利可图。只要结果是好的，有利可图，又有什么问题呢？好，没问题啊。张教授，我问你，你觉得治病可以当做投资，用商业模式来运作吗？把医疗事业以商业模式来运作，规范细化管理是国外的经验，已经比较成熟了。那你觉得杨帆他规范化管理了吗？至少这几天里，我没有看到什么不规范。这几天里，对，你没看见杨帆不规范，这几天里你看见不规范的都是我。陈小聪，你长不长记性啊你？搬家前我怎么跟你说的？不能躺在沙发上吃东西，你掉一地渣招来蚂蚁我怎么收拾啊？把你臭脚给我从茶几上拿下来！恶心不恶心啊？几点了？现在几点了？几点了？你看电视开这么大声，有没有公德心啊？明天早上不上早班了不起是不是？我告诉你们，除了我，谁都不准穿鞋进屋啊！这个是他买的，不能怪你，怪我。我的要求不许商量，不许讨论，谁有异议立刻请走，房租不退。哥，你把他怎么了？这才几个小时啊，那变得也太快了吧？这是要地震呢，飞禽走兽都不正常。爱心早餐是给我做的吗？冰箱里有昨天晚上的剩饭。得，我就不该问。开玩笑，都有。昨天把气撒你身上，不好意思啊。哎，你们俩啊，见了面就掐，隔了也就好。我怎么感觉这人物关系有点怪异呢？哎呀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看见他就来气，之后冷静的想想呢，又觉得不应该跟他一般见识。昨天下班我碰见他了，非要送我回家，我说不用，我走着他就跟着。本来聊得挺好的，后来接了一个杨帆的电话，气氛就变了。非说杨帆多么圣人，多么为边缘人着想，我去他大爷的！我们就这样一句呛一句吵起来。我可没跟你吵。陈少聪，你大爷！厕所呢？
你这个人走路，我走路又没声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昨天的事对不起啊，我太不冷静了。从昨天到现在，你已经跟我说了3次对不起。昨晚的手术记录写完了吗？写完了，写完了。楚大夫，楚大夫，楚大夫，你快出来！楚大夫，楚大夫，你快出来！楚大夫，小周，你干嘛呢？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你现在还是一侧气胸，而且血氧饱和度也没有达到正常。你现在状态必须休息，不能到处乱走，你知不知道？你找楚大夫干嘛呀？我想知道他跟我女朋友说了什么。从昨天晚上开始，我怎么打电话他都不接，一定是楚大夫说什么不该说的。你把他叫出来，跟我解释清楚，跟我解释清楚。那个楚大夫他现在不在里边，这样你先回病房休息，等他回来我跟他说。不可能，我知道他在里面。楚大夫，你现在的楚大夫，你快出来！你现在我知道你在里面，我知道他在里面。先听我的，咱先回病房。楚大夫，楚大夫回来，楚大夫你快出来。来了，这个。哎，张大夫，你来了。昨天那个女病人，她在好几个地方就诊过。这么快，医务处换新人了？以前3天能找齐不错。医务处我就没找他们。你昨天说想看，我就连夜调到病人信息，然后再催熟人去调病案，催了我一宿呢。可真是中国好搭档。哪天我要是调出急诊了，准得把你拐走。他还真是术后胸痛。术后胸痛？啊，先交接班吧。这个东西回头我得仔细看。哎呀，钱铺什么时候到啊？现在说机票很难订，还没有给准确的时间。这个油条、包子，你们早上都没吃饭，都辛苦了。来，千万别客气，拿着吧。谢谢，真的拿着吧。哎，陆大夫，这都等您半天了。哟，陆大夫，杨护士，早。哎，吃早饭了吗？哪位？我呀，赵立武，赵立峰的弟弟。嗨，就是昨儿打架送到急诊抢救，后来又送到楼上做手术，被你们彻底救过来那个，忘了？哦，想起来了。我呀，今儿是特地来向你们表示感谢的。那你们啊，那可都是我哥的救命恩人呐，是不是？你这么快就从公安局里放出来了？还没处理完呢。不过那闹事儿的是对方，是他们先动的手，这主要责任不在我们。你哥转到胸外科了，方志伟大夫管床，庄树教授负责。你要有事儿找他们2位。我呀，今儿不是来瞧病的，我今儿是特意来向你们谢恩的。这红包你们庄大夫都没收，我来送点饭总可以吧？嗨，早餐，来，别客气，快！那我们就真不客气了啊！油条包子，谢了，我正好没吃。对，陆大夫千万别客气，快！你这人买太多了，分给大家吃吧。不多，这些您就帮着给分。我呀，这还拿着这些上楼先找我哥去。你们先忙着啊，先忙着。谢谢啊，谢了。你可真够大胆，不怕医务处抓你小辫子。而且我告诉你，他哥是危重啊，万一呢？辫子，真要有人想抓，你一股都能薅出3根头发来。再说，红包咱们不收，这一波了早点，咱们不吃，他又不能送回去。咱们要是拒收，不叫做为病人着想，那叫做假模假式、虚伪、精神洁癖，而且还浪费粮食。你说庄大夫待会儿会吃他的早点吗？我觉得不会。如果他不吃的话，是虚伪还是精神洁癖啊？我又不认识他，我管他呢。他追你了？没有啊，我就说说。那就是你暗恋他。谁暗恋他？姐们什么时候搞过暗恋？都是生扑。哼。来，扑！扑什么扑？张景山。
喂，您好，庄教授，您有什么事儿吗？好久不见，虽然这是我们第一次相遇，我看见阳光落在我左边，你的影子在右边。